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金价涨至2周高点，本周有望实现4月5日以来涨幅最大的一周。原因是美国公布了提振美联储降息预期的经济数据。下一条，日本 Nikkei 指数因积极的收益和隔夜华尔街涨势而反弹，但获利回吐限制了进一步上涨。对美国降息的预期上升，以及4月就业增长低于预期，提振了本周的投资者情绪，华尔街再次走高。因每周失业申请数据增加了对降息的希望，加上强劲的本地收益，为 Nikkei 再次尝试上涨提供了动力。但由于指数接近心理上重要的39000点位，投资者抢先获利，限制了涨势。让我们关注，由于日元持续下跌，部分投资者担忧亚洲地区将爆发新一轮货币战，甚至可能出现竞争性贬值的极端情况。日元的贬值或将迫使韩国、台湾等出口邻国采取极端行动，并给原本就面临贬值压力的中国带来更大压力。接下来，港股中概股与内地 A 股价差大幅缩小，因预期税收优惠和香港市场复苏。请看下面这条，软银集团预计将出现亏损，尽管其核心资产 ARM Holdings 表现良好，分析师关注其新投资，因软银拥有充足的流动性且可变现其在 ARM 的大量持股。下一条，世嘉 Semi 计划将度假村 Seagaia 出售给美国 Fortress 投资集团，以专注于视频游戏等核心业务。让我们关注，吉利控股旗下的高端电动汽车品牌极客智能科技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筹集约 4.41 亿美元，发行价为每股21美元。这是自2021年以来中国公司在美国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让我们关注， OpenAI 将于下周一发布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搜索产品，以挑战谷歌。该产品是其旗舰产品 ChatGPT 的延伸，可从网络获取信息并提供引用。让我们关注，台积电4月销售额增长 60%， 达到2360亿新台币，73亿美元。人工智能需求和消费电子复苏共同推动。下一条，苹果公司为 iPad Pro 最新广告道歉，承认操作失误，广告中表现技术摧毁人类创造力和艺术，遭到网民批评。苹果营销副总裁道歉，称苹果的目的是永远赞美用户通过 iPad 表达自己的方式。苹果证实了道歉声明，但拒绝进一步置评。请看下面这条，塔吉特 Target 计划在今年6月的自豪月 Pride Month 期间，从部分门店撤除 LGBTQ 主题商品，以避免去年因销售此类商品而导致的销售额下滑。请看下面这条，受企业财报及美国经济数据提振，股市上涨，表明可能降息。美联储多位官员将在周五发表讲话，市场预期美国下周将公布关键通胀数据。让我们关注，中国4月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5.8%。尽管新车价格战和激励措施未能动摇消费者在经济复苏不稳定时对大宗商品支出的谨慎态度，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较创新高，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加速实现绿色目标铺平了道路。但电动汽车的销量仍然远低于插电混动汽车 PHEV。 接下来这条，拜登政府即将公布一项针对中国关税的广泛决定，重点打击战略行业，同时拒绝特朗普要求全面提高关税的提议。新的关税将集中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行业，现有关税将基本维持。最后为您播报的是 Roblox 股价暴跌，原因是游戏平台公司的预订量指引令人失望。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对 Roblox 的前景不确定，而且 Roblox 的股价已从2021年11月每股130美元的高点跌至现在的30美元左右。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